山西老太捡回独臂女婴，捡破烂养她25年，女孩考上博士后回来报恩。2019年全国青年运动会上，一名独臂小女孩高举火炬出现在人们眼前，她自信满满的举着火炬，灿烂的笑着，这一幕让现场和观看电视的人们都为之动容，不少人都发出惋惜，多么自信，好看的孩子，太可惜了，少了一条手臂。人们不知道的是，这名女孩的身世更加悲惨，是一位奶奶把她独自长大。拾荒老人。1994年，山西太原火车站出现一位身形佝偻的老太太，她拿着塑料袋，在一个个垃圾桶里捡着废品，但突然传来的女婴哭声打断了老太太的动作，她向着声音寻去，发现一名女婴躺在一个破旧纸箱里，无力的哭泣着。这一幕让拾荒老太太非常动容，嘴里痛骂女婴的父母，怎么这么没良心，把孩子丢在火车站。老太太本想把孩子抱回家中赡养，但一想到自己都要捡破烂卫生，怎么养起孩子？随后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，打算一走了之。但没想到她脚步刚一挪动，女婴就哭泣起来，这让她心里跟着揪了一下。拾荒老太太转身看向女婴，没想到女婴居然不哭了，还对着她笑，这一笑像阳光般温暖，甜美的让人心头荡漾。拾荒老太太抱起女婴，这一刻她下定决心，即使自己的生活再难，这个孩子自己也养定了。就这样，女婴被拾荒老太太抱回了家，并取名高思恩，希望她能记住这份恩情。而拾荒老人名叫高占先。高占先在把女婴抱回去后，有不少人都劝他，自己都养活不起，怎么养活女婴，抓紧送到福利院，跟你在一起也是受苦。高占先看着怀里的女婴，忆起一段让他痛苦万分的事。原来高占先也有幸福美满的家庭，一家3口其乐融融。女儿1岁时因病去世，从此高占先像丢了魂一样。好在她还有丈夫可以依靠，然而没过多久，丈夫借口外出打工，从此杳无音信。失去至亲，再加上被丈夫抛弃，高占先一时也接受不了，变得颓废起来。一度生活靠邻里接济才得以度日，在家里默默待好几个月，才重新振作起来。高占先没有学历，也不会什么技术，只能干一些底层工作。随着年纪大，干不了体力劳动，才选择出来拾荒，以此饱腹。所以他在看到高思恩第一眼时，就想到自己的女儿。他认为一个新的生命出现在他的面前，这是命运再一次给予的机会，要好好珍惜。孩子的思绪把高占先从回忆里拉了出来，看着婴儿只裹着单薄的衣物，高占先连忙去归来找来干净的小被，把孩子重新包裹起来。但等高占先把孩子从包裹里拿出来时，才发现孩子少了一个手臂。高占先只是惊讶了一下，很快就平静了下来。毕竟谁会把一个完整无缺的孩子扔掉？2. 独臂女孩。高占先的生活里从此出现一名小天使，但如何让小天使填饱肚子，让高占先犯起了难。他1个月捡破烂，连吃饭都成问题，怎么吃得起几百几千的奶粉？没有办法，高占先只能先给婴儿熬玉米糊糊吃。日后他缩衣缩食，只为了攒1桶奶粉钱，要背着一个孩子去拾荒，这让高占先体力有点吃不消。原来一天能捡到100左右个瓶子，现在要一边照顾高思恩，一边捡瓶子，每天只能捡到几十个，所以只能买1桶奶粉，配合着玉米糊糊吃。上天也是眷恋这对可怜的奶孙，小时候的高思恩从来没有生过病，让高占先觉得庆幸。后来高思恩一点点长大，高占先也多了一个小帮手，奶孙2人的生活也在一点点变好。而生活变好后，高占先没有给自己增添一件衣服，把钱都花在高思恩身上。而从小懂事的高思恩总说，别总给我买东西了。他深知高占先的不容易，但高占先还是乐此不疲的给他购买礼物，只为了让高恩思觉得不比别人家孩子差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高思恩也到上学的年龄，高占先连买1桶奶粉都需要攒钱，如何负担学校的学费？
但高占先可没有想这么多，他想的是孩子必须上学，难道在吃没文化的亏，跟自己捡一辈子垃圾吗？高占先数着这些年攒的钱，还可以保证高思恩上学的花费，后续用钱自己还可以挣。现在最让他发愁的是高思恩的户口问题，没有户口，高思恩怎么上学？高占先找到学校校长，祈求校长先让高思恩入学。看着高占先身形佝偻的样子，校长同意他的请求。高思恩也顺利进入学校读书，在几个月后，户口问题也得到解决。而相关部门也了解到高占先家的困难问题，就高思恩申请了贫困学生助学金，还给家里送去米面油。高占先也经常担心高思恩上学时会欺负，因为高思恩在上学时也在想着帮助高占先分摊生活压力，总在课间守在垃圾桶旁边捡瓶子，也不出去玩。事件一场，同学们都开始讨论起高思恩。本身高思恩身体上的缺陷就已经引发同学们的议论，这下议论他的同学越来越多。高思恩对此毫不在意，从小就跟随高占先捡垃圾，这样的议论听过太多了。现在的想法就是帮助高占先减轻压力，所以每天领着一大包塑料瓶回家，才是他最幸福的事。好在过后，老师向同学们说明高思恩家中的情况，这种议论才逐渐减少。同学们也慢慢用自己的行动帮助他，有时还结伴跟他捡塑料瓶子。短跑健将，高思恩以优秀的成绩被当地一所著名初中录取，这让高占先为他自豪。但初中离家有一段距离，每日需要坐公交才能到达学校。为了节省每天2块钱的公交钱，高思恩选择跑步上学，早起1个小时，只为能准时到达学校。起初高占先并不同意，因为高思恩身体的缺陷，导致他刚刚跑步时身体不协调，很容易摔倒，这让高占先非常心疼。但高思恩每都把钱留下来跑步前去。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，高思恩越跑越快，原本到学校1个小时的路程，现在半个小时就能到学校了，这也引起学校体育老师对他的关注。高思恩现在的跑步速度，就连一个男孩子都追不上。面对老师的邀请，高思恩毫不犹豫的就拒绝了，因为他要好好学习，考取大学。这是高占先的心愿，也是他的目标，但体育老师并没有放弃。高思恩就是天生为体育而生的，他的跑步天赋太高了，而且肯吃苦。体育老师了解到高思思家非常困难，就跟高思恩说比赛有奖金的。果然一听到这话，高思恩的眼睛亮了起来，他现在上初中就可以养活高占先，减轻家里负担了。犹豫一会后，高思恩就选择加入，奖金对于他诱惑太大。经过长时间的训练，高思恩在2011年首次出现在残奥会的赛道上，不仅拿到了奖项，还获得国家2级运动的称号。我们本以为高思恩因为搞体育就没有时间学习了，但没有想到2013年，高思恩顺利考入北京大学，成为文武双全的奇女子。但高思恩并没有选择去北京上学，因为家中还有他惦记的高占先。他接到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，第一句是我不能去北京，我要留在山西照顾奶奶。虽然高占先一直在劝高思恩去北京上学，以后有大发展，高思恩就是死活不听，一定要留在山西。好在最终他被山西大学录取，得偿所愿的留在山西。在大学期间，高思恩勤工俭学，只为了奶奶能为自己少操一份心，也是为了让高占先的生活过得更好。高思恩在拿到工资第一件事，不是买自己喜欢的东西，而是为高占先挑选衣物、营养品，甚至攒了几个月的钱，只为给高占先买个手机，方便俩人沟通。眼看高思恩养大成人了，高占先心里别提多开心了。为了让高思恩少打点工，高占先还是日夜继续出去拾荒，全然不顾已经痛苦不堪的双腿，最后导致高占先只能卧床在家，无法行走。高思恩在得知后，立刻从学校赶回家中，看着躺在床上的奶奶，他失声痛哭，打算放弃学习，不再考取研究生。这让高占先大惊失色，
他不可不想因为自己的双腿问题导致高思恩休学，一直劝告高思恩回学校好好学习，甚至出言辱骂他。高思恩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他，在做出一定考取研究生的保证后，才得以留在家中照顾高占先。就这样，白天高思恩照顾奶奶，晚上在学习，每天的睡眠不足6个小时。在高思恩的照顾下，高占先的腿很快恢复了过来。同时，高思恩也收到考研目标学校的录取通知书。在接到录取通知书这一刻，高思恩抱着奶奶说：“这些年辛苦你了。”高占先却说：“辛苦的是你奶奶，不辛苦，我的好孙女。”这对苦命的奶孙终于迎来了曙光，未来有更好的世界在等着他们，高思恩也会有更加广阔的天地，真是苦尽甘来。